這不是一兩個藝人的故事，這是一整個世代台灣藝人的集體遷徙，而他們去了中國之後，如今的下場差距大到你想不到。有人紅成頂流，有人被罰到懷疑人生，還有些人再也沒消息了。我們今天就把這份名單攤開來看。先說好，去中国發展的台灣藝人名單比你想的長很多，長到你隨便回想一部当年的偶像劇，卡司裡大概就有一半的人上過這份名單。我們會看到大紅的、消失的、被封殺的、回頭的，每一種下場都有名有姓。看完你就会懂，這不只是娛樂新聞，這是一堂用10年時間幾百個人生換來的風險課。故事要從一隻行李箱說起。2010年代的桃園機場出境大廳，如果你仔細觀察，會發現一個現象，拖着行李箱飛北京、飛上海、飛橫店的面孔，越來越多是你在電視上看過的人，歌手、演員、綜藝咖、偶像劇的男女主角，一個接一個把家當塞進行李箱。為什麼？答案很簡單，也很誠實，錢，而且不是多一點的錢，是多到讓人重新思考人生的錢。要知道，台灣藝人手上的牌其實很好，從流星花園那個年代開始，台灣偶像劇就是整個亞洲的流行教科書，台灣的流行音樂更是長期霸占華語歌壇的中心位置。對岸的觀眾是看着台灣的戲，聽着台灣的歌長大的，所以當中國市場的熱錢開始噴發，第一批被高價挖走的，自然就是這批自帶知名度的台灣面孔。機場有人接機，飯店住套房，連台灣腔都是加分項，因為觀眾就是愛這一位。熱錢有多誇張？後來被挖出來的一個數字可以參考，中國女星鄭爽拍一部劇，片酬1.6億人民幣，換算新台幣超過6億，陸媒換算下來等於日薪200多萬人民幣。6億是什麼概念？比很多台劇整整1季的制作費還高，而且高出不止1倍。台灣藝人看着這種數字，再看看自己的通告費，你說行李箱收不收？至於大家常聽到的橫店是什麼地方？浙江的一個小鎮，全世界最大的影視基地，巔峰時期幾十個劇組同時開工，群眾演員多到要排隊領通告。那裡曾經是華語演員的應許之地。那幾年，演藝圈甚至流傳一句自嘲，台灣娛樂產業最大的出口品就是藝人本人，從歌手到主持人，從1線到18線，全部都在對岸的攝影棚门口排隊，連台灣綜藝的精神堡壘都擋不住。2016年，康熙來了熄燈，之後幾年，蔡康永和小 S 都曾把主持棒帶到對岸的網絡綜藝。台灣客廳裡少了熟悉的笑聲，對岸的節目單上多了熟悉的名字。不止台面上的藝人，連幕後的制作人、編劇、造型師都被整批挖走。台灣綜藝一集的制作費，人家一個場景的預算就打平了。這句雖然是圈內的玩笑話，但笑完大家都沉默了。而台灣這邊當時的心情是複雜的，觀眾一邊為自家藝人在對岸闖出名堂感到驕傲，一邊眼睜睜看着本土節目的卡司越來越單薄。人才外流這4個字從來沒有這麼具體過，所以這場大遷徙的規模是整個世代等級的。而我們今天要做的事，就是追蹤這批人過去之後各自抽到了什麼籤，因為同一批人同一個選擇，抽出來的結果天差地遠。第一種籤叫頭獎，頭獎組的定義很簡單，不但賺到錢，還賺到台灣給不了的聲量，事業直接升級。這種案例是真實存在的，而且亮眼到成為後面所有人西進的理由。張韶涵就是头獎組的招牌，當年靠 MVP 情人和海豚灣戀人紅遍全台的偶像劇一姐，後來在台灣經歷過事業低潮、負面新聞纏身的那幾年，幾乎從主流版面上退場。哪知道2018年他登上湖南衛視的歌手2018，一開口，對岸80後、90後的集體回憶直接炸開，一夕之間從半退場狀態變回頂流歌手。台灣這邊還在討論他的八卦，對岸已經把他重新捧回神壇。那首2006年收錄在潘朵拉專輯裡的《隱形的翅膀》在中國紅到什麼程度？紅到被拿去當高考作文題目。一首台灣歌手的歌變成對岸考生的人生考題，這個翻紅紅得非常徹底。更戲劇化的是，他在台灣跌倒的那些年，對岸觀眾根本不在乎那些八卦，他們只記得旋律，市場夠大，
大到可以讓一個歌手直接跳過低潮，重新開機。這就是頭獎組最迷人的地方，那裡有台灣給不了的第二人生。另一張頭獎開在歐陽娜娜身上，這位台灣的大提琴神童，13歲就被報道考進美國名門柯蒂斯音樂學院，2年後休學，全力衝進演藝圈北漂。到了對岸之後，他一路升級，電影、綜藝、時尚精品輪著找他，連拍個日常影片都能帶動話題，品牌代言接到手軟。一個台灣女生年紀輕輕就坐進頂流的位置，活成了西晉最亮眼的成功樣本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頭獎的门票背面印着一行小字：表態條款。2019年8月，歐陽娜娜在微博轉發人民日報挺港警的貼文。2020年10月1日，央視國慶晚會上，她開口唱我的祖國。熒幕這頭的台灣，很多人的心情複雜到說不出話。那個拉大提琴的小女孩怎麼變成了官方晚會的固定嘉賓？你以為翻紅的張韶涵就能置身事外？2025年3月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講出中國台灣省之後，央視在微博發起轉發活動，配上台灣必歸的圖卡。轉發的名單攤開來，侯佩岑、歐陽娜娜、張韶涵、陳志朋、楊宗緯、陳喬恩、汪東城，一長串台灣藝人的名字都在上面。後續是2025年8月，陸委會和文化部的查處進入裁處階段，通知20位藝人說明，依兩岸條例最重可罰50萬。有人辯稱賬號是經紀公司代管的，但陸委會直接表明甩鍋給經紀公司無效。這一次以告誡收場，最重可罰50萬的條款先擺在那裡，意義很清楚。這種事，台灣正是把它當成一件需要交代的事，不再當作沒看見。頭獎組的結論很微妙，獎金是真的，代價也是真的。領走人民幣的同時，也要在某些時刻交出自己的聲音，而且那個時刻什麼時候來，要交多少，不是你說了算。觀眾其實也早就抓到一個規律，每年10月初，有些西晉藝人的微博會準時出現祝賀貼文，而幾天之後的雙10，同一批賬號集體安靜。日曆會說話，而且說的比任何聲明都誠實。第二種籤，人數最多，叫安慰獎。這一組的關鍵字是慢慢消失。這一組沒有爆點新聞，沒有罵戰，甚至連被封殺的資格都沒有。他們只是漸漸接不到戲，上不了節目，社群更新的頻率越來越低，低到粉絲在底下留言問你還好嗎？我們先問一個殘忍的問題，你有多久沒看到明道了？當年王子變青蛙的偶像劇天王，台灣電視圈的收視保證，後來把重心整個搬去中國。前幾年確實風光，戲一部接一部，哪知道市場一轉冷，戲約就像退潮一樣，一天比一天遠。2019年，他出現在中國綜藝《演員請就位》的舞台上，跟年輕新人 PK 演技，然後被導演陳凱歌淘汰。下台前，他說了一句讓全場鼻酸的話。這是他2019年的第一場戲，那時候1年已經快過完了。一個出道超過15年的偶像劇天王，為了一場戲等了快1年。陳凱歌給他的評語是：明道是一個好人，更是一個好演員，話很暖，現實很冷。好人好演員沒有戲。節目播出後，那段畫面在兩岸瘋傳，觀眾突然發現，原來連明道這種等級的咖，在那個市場都會斷吹。更心酸的是，這不是能力問題，市场萎縮的時候，資源會先集中到自己人身上，外來的和尚經再好也輪不到你念。歐弟的劇本也差不多，他曾經是湖南衛視王牌節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台柱，在對岸紅到連路人都能叫出名字，是台灣主持人西晉最成功的樣板之一。2016年離開節目之後，工作量像溜滑梯。2019年之後，對岸的通告被報道慢慢歸零，繞了一大圈。這幾年台媒的報道裡，他把重心搬回台灣，重新接起主持棒。你發現了嗎？當對岸的舞台燈一盞一盞關掉，願意先把麥克風重新遞過來的還是台灣。類似的回頭路，這幾年越來越熱鬧，有人回來拍台劇，有人回來接主持，有人回來開演唱會。票房和收視率證明，台灣觀眾的門一直沒有關上。還有小虎队的陳志朋，當年的乖乖虎，如今被報道最常出現的舞台是对岸的直播間。
時代給過他們最大的掌聲，也給了他們最安靜的退場。這種消失最殘酷的地方在於，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日期，沒有告別作，沒有隱退記者會，只有通告表一頁一頁變薄。等到本人發現的時候，市場已經換了一批新面孔。翻開當年的西进名单，這樣的案例一抓一大把。有人轉行做生意，有人接直播帶貨，有人乾脆回歸家庭。去中國的台灣藝人，多數不是大紅，也不是被封殺，而是就這樣從版面上慢慢消失。你想得起他們的名字，卻想不起他們最近的作品。接下來第三種簽，最驚悚，地雷簽。這一組的共同點是，出事的理由你事前完全想不到。時間回到2015年底，一個來自台南的16歲女孩在韓國的節目裡跟其他成員一起拿着自己國家的旗子揮了揮。她叫周子瑜。哪知道這個再自然不過的動作被藝人黃安在微博舉報成台獨行為。中國的抵制排山倒海而來，代言被撤，演出被取消，經紀公司 JYP 扛不住了。2016年1月15日，總統大選投票日的前一天， JYP 發出一支影片，影片裡16歲的周子瑜面色慘白，穿着黑衣，低着頭念稿，中國只有一個，海峽兩岸是一體的。那支影片台灣人到今天都記得，一個高中年紀的女生因為揮了自己國家的旗子，被迫在鏡頭前向全世界道歉。隔天，台灣人走進投票所，用選票表達了心情。事後很多分析都認為，那支影片刺激了年輕選票，傾巢而出，一支道歉影片就這樣變成台灣政治史的注腳。至於當初舉報的黃安，後來被台媒發現身體不舒服的時候，回來用的還是台灣的健保。這個對比我們就不多做評論了，留給你自己感受。不過周子瑜的故事後坐力等了整整10年才引爆，而且引爆的方式痛快得讓人想流淚。2025年11月22日 TWICE 成軍10周年，站上高雄世運主場館，開了他們在台灣的第一場專場演唱會。那個當年被迫低頭道歉的女孩，如今是世界級女團的門面。她在台上說，終於帶成員們回家了，全場幾萬人跟着爆哭。她不需要那個市場的原諒，因為世界的舞台自己找上了她。你以為周子瑜是特例？2018年輪到宋芸樺，我的少女時代的女主角，被翻出2015年受訪時說過，最喜歡的國家是台灣。就這麼一句話，中國網絡直接炸鍋。她的微博很快出現道歉文，台灣是我的家鄉，中國是我的祖國。結果兩面不是人，中國網友不買單，質疑她是為了錢。台灣觀眾心寒，他的微博粉絲也大量流失。這件事鬧到總統府罕見出面，批評用政治力逼藝文工作者表態，不是文明社會該有的行徑。一句最喜歡台灣需要道歉，這件事本身就說完了一切。不過宋芸樺的故事也有下半場。回到台灣之後，他在2021年主演的9把刀電影《月老》票房衝破2億，坐上那一年國片票房的第2名。在對岸被逼着道歉的人，回家用作品討回了場子。演員柯宇倫就沒這麼幸運了。2018年，他主演的台片《強尼凱克》原定要在中國上映，因為他參加過太陽花學運，被舉報是台獨藝人，電影直接被擱置。國台辦順勢放話，有台獨言行的藝人作品別想在中國上映。同款劇本2016年就演過一次，導演戴立忍被從趙薇的電影《沒有別的愛》臨時換角，一夕之間從男主角變成查無此人。同一波被舉報的還有藝人陳愛琳，連唱魚仔的盧廣仲都被貼上台獨標籤，主演的花甲男孩轉大人也跟着受影響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你以為乖乖閉嘴不碰政治就安全了？還記得我的少女時代的主題曲《小幸運》嗎？演唱者田馥甄的遭遇告訴你，沒有這回事。她是 SHE 的 Heavy， 單飛之後在對岸紅了超過10年，商演邀約沒斷過。2022年8月，裴洛西訪台，解放軍圍台軍演，兩岸空氣緊繃到極點。就在這個時間點，田馥甄在社群上發了一張日常照，內容是一盤意大利麵，一盤麵。就這樣，中國網友認定他在這個敏感時刻發文別有用心，出征的浪潮瞬間淹過來。他沒有回應，只是刪文。結果他的歌在中國各大平台被下架，連2010年的舊歌《離島》
都因為歌詞被翻出來逐句編。2024年，他原本要在中國一個音樂節登台，消息一出，檢舉的聲浪直接打爆主辦方，演出取消。到了台灣這邊呢，他的演唱會照開，歌照唱，日子照過。原來離開那個市場，天不會塌，一盤意大利麵換來全面下架。地雷組的故事告訴我們一件事，在那個市場，紅線不但存在，而且會移動，移到你身上為止。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引爆點是一面旗子，一句舊訪問，還是一盤麵。所以這幾年，西進藝人的社群發文變成一門玄學，發什麼，什麼時候發，配什麼圖，背後都是風險計算。一個靠創意吃飯的行業，把最多的創意用在自我審查上，你說荒不荒謬？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好，風險是高，但至少錢多，對吧？我們現在就來拆掉這個至少，因為2018年之後，中國演藝圈的頭頂上自己開始下起大雨，而且一場比一場大。第一滴雨砸在范冰冰頭上。2018年，這位中國第一女星被曝用陰陽合同逃稅，拍一部電影，賬面片酬1000萬人民幣，私底下再收5000萬。事發之後，她從公眾視野整整消失好幾個月，最後被追稅加罰款超過8億人民幣。那部電影大轟炸，乾脆直接取消上映。要知道，范冰冰當時是什麼地位？戲約代言接不完，紅毯永遠站中間，江湖人稱范爺。連這種等級的人都能一夕消失，圈內的恐慌可想而知。范冰冰倒下，整個行業開始瑟瑟發抖。後來官方公布，影視行業自查補稅超過117億人民幣，換算新台幣超過500億。工作室連夜排隊補稅的傳聞滿天飛，片酬同步被戴上緊箍咒，單集片酬上限100萬人民幣，一部戲總片酬5000萬封頂。哪知道這些都還只是前菜。2021年，主菜上桌，名字叫清朗行動，加上一波接一波的禁令，台媒冠稱限娛令。這一年，鄭爽先因為那筆1.6億的天價片酬和逃稅，被追繳加罰款將近3億人民幣，作品全面下架，人直接從中國演藝圈消失。緊接着，官方重拳連發，取消明星榜單，禁止偶像養成節目，禁止明星子女上綜藝真人秀，連娘炮審美都被點名整治。選秀節目死得最戲劇化。2021年5月，青春有你3的粉絲為了幫偶像投票，把整箱的贊助商牛奶倒進水溝，只為了瓶蓋上的投票碼。影片瘋傳，官媒震怒，節目直接被勒令停錄，決賽取消。一個年產偶像的巨大產業一夜之間熄火。一起被按下暫停鍵的還有數不清的選秀、偶像、企劃和真人秀。靠這條產業鏈吃飯的藝人、經紀、練習生，一夜之間集體待業。官方的邏輯也很直白，娛樂圈太有錢，太有影響力，就必須管。至於怎麼管，管多深，沒有辦法預測，只有文件一份一份下來。同一時間，一份660間藝人工作室集體註銷的名單在微博瘋傳，裡面不止中國藝人，還有台灣的林心如。風向不對，能撤的先撤，大家用腳投票。然後是整個產業的體感溫度。2019年，超過3000家中國影視公司消失。2020年，疫情那一年，倒閉的影視公司超過6600家。到了2022年，連台面上的上市影视公司都一家接一家傳出虧損，寒冬2個字直接寫進了財報裡。拍戲重鎮橫店的變化更直白。這幾年，大成本、長週期的劇組肉眼可見的變少。後來甚至傳出有演員為了搶角色主動降價，連皇帝這種主角戲都有人搶着用低價演。橫店還有一個黑色幽默的注腳，長劇組銳減之後補進來的是量產的豎屏短劇，圈內人笑稱橫店都快變成樹店了。大鵬還是那個大鵬，裡面拍的東西已經不是同一個產業。劇組變少，綜藝停擺，片酬被砍，連迪麗熱巴這種等級的中國一線明星都被陸媒點名資源縮水，連本地人都在排隊等戲了，遠道而來的台灣藝人還分得到什麼？而且別忘了，台灣藝人在那個市場還多背了一層風險。兩岸新聞一緊張，第一批被檢舉的就是你。錢變少了，雷卻一顆都沒少。當年吸引整個世代西進的紅利，就這樣
用比湧進去更快的速度蒸發。淘金潮最殘酷的規律在這裡應驗，金礦關門的時候不會提前通知礦工，於是我們看到了第4種籤，回程票，而且我們發現拿着回程票的人狀態意外的好。2021年11月26日 Netflix 上線台劇《華燈初上》，制作人兼主演正是工作室出現在那份注銷名單上的林心如。這部砸下超過2億台幣的劇，一口氣連推3部，把林森北路的酒家故事賣到全世界，卡司裡一票熟面孔，成了台劇復興的班底。同一時期的台劇從想見你開始，一部接一部被國際平台掃貨。台灣的編劇敢寫，導演敢拍，題材從政治社會案件到同婚都碰，這種創作空間對岸的同行只能羨慕。2023年4月 Netflix 上線台劇《人選之人造浪者》，講的是台灣政黨幕僚的職場日常，選戰、文宣、危機處理全部端上台面。更猛的是他的後坐力，劇裡那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，播完之後在台灣社會掀起一整波 MeToo 浪潮，從政治圈一路延燒到各行各業。一部戲能推着现實往前走，這種能量只有創作自由的土壤長得出來。想見你後來甚至被韓國買去翻拍，這個方向10年前想都不敢想。以前一直是我們翻拍別人的劇本，現在輪到別人來買我們的故事。更關鍵的是，產業的自信回來了。金鐘獎的入圍名單一年比一年精彩，新導演、新演員一批一批冒出頭。以前是台灣藝人排隊西進，現在是國際平台排隊來台灣買故事。而當年西進潮裡的熟面孔，這幾年一個一個把代表作留在了台灣。賈靜雯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拿下金鐘視後，張孝全靠《誰是被害者》被國際觀眾記住，楊謹華在《華燈初上》裡再攀高峰。當年拖着行李箱出去的人，最後在自己的土地上交出了生涯代表作。還有金馬獎，這個獎的10年最能說明風向是怎麼轉的。2018年金馬獎，紀錄片導演傅瑜在得獎感言裡說，希望我們的國家能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看待。台下瞬間凝結，中國演員徒們上台就改口中國台灣，原定的頒獎人鞏俐直接拒絕上台。隔年2019年，中國的金鸡獎宣布，頒獎典禮辦在11月23日，跟金馬獎同一天，地點廈門。8月7日，中國國家電影局再補一刀，宣布暫停中國影片和影人參加金馬獎。金雞獎從此改成1年1辦，連續落戶廈門，擺明了就是要對打。很多人當時斷言，沒有中國電影的金馬獎要完蛋了，哪知道結果完全相反，少了顧忌的金馬獎，把舞台讓給台灣、香港、東南亞的華語創作，評審敢評，得獎者敢講，反而坐穩了華語影壇最有公信力獎項的位子。連網友都笑說，這幾年的金馬獎看得特別舒服。而且被抵制的第1年，金馬獎就交出了成績單。2019年第56屆金馬，鍾孟宏的《陽光普照》一口氣抱走最佳劇情長片和最佳導演。隔年1月，這部片直接上架 Netflix， 賣進全球190多個國家。後來還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，一路殺進15強短名單。一部沒有對岸票房的台灣電影，照樣走到了世界的面前。這件事比任何一句反擊都有說服力。對面那個趕工出來的金雞獎呢，第1年就被自家影評人吐槽，入圍名單裡一堆金馬獎評過的舊片，用行政力量辦獎，辦得出典禮，辦不出公信力。時間拉長來看，勝負更明顯。金馬獎成了華語電影圈的聯合國，金雞獎辦了這麼多年，還是走不出自己的內需市場。2023年的金馬60就是新時代的縮影。那一晚，12歲的林品彤成為金馬史上最年輕影後，而影帝頒給了在《富都青年》裡全片幾乎沒有台詞，用手語把絕望演到底的男人吳慷仁。吳慷仁是誰？台灣戲劇圈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裡那個律師王赦。他的演員生涯就是台灣產業的縮影，從底層一路熬上來，靠一部一部作品堆出口碑，最後為了《富都青年》提前搬到馬來西亞生活，苦練手語，
首次入圍金馬就直接封帝。照理說，這是台灣影視體系親手加冕的影帝，故事應該在這裡漂亮收尾。然而，事情沒這麼簡單。2024年9月底，在傳聞發酵、沉默7天之後，吳慷仁發文官宣，簽約中國經紀公司一心娛樂，說自己不再是一個人。輿論瞬間炸裂，因為大家都記得他曾經是聲援太陽花的那個吳慷仁。後續的輿論裡，連資深制作人汪怡欣都公開喊話，祝福歸祝福，只求他日後別用採母國的方式向那個市場輸成。支持他的人說，演員本來就該去更大的市場闖。質疑他的人問，那個市場現在連自己人都養不活，去做什麼？兩邊都有道理，而這正是这整個故事最無解的地方。你看，這份名單到今天都還在更新，同一批人，同一個選擇，有人抽到頭獎，有人踩到地雷，有人默默消失，有人買了回程票。而最新的一位金馬影帝選在寒冬裡又拖着行李箱走了過去，值不值得？幾年之後，名單會自己給出答案。但有一件事不用等幾年，現在就可以說，這場長達10年的集體遷徙，最後意外驗證了一個結論：台灣手上最值錢的資產，從來不是市場的大小，而是那個大市場用錢買不到的東西——自由。在台灣，唱歌不用先報備立場，發一盤意大利麵不會被全網下架，得獎感言想講什麼就講什麼。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，正是對岸整個產業求之不得的奢侈品。也因為這樣，台劇被國際平台當成寶，金馬獎成了華語創作者心中那座最想拿的獎。這個結論不是精神勝利法，是市場用真金白銀投出來的。國際平台的訂單，金馬獎的公信力，台劇輸出的版圖，每一項都是硬指標。當年大家以為市場小是台灣的致命傷，現在回頭看，自由才是規格，市場只是尺寸。當然，我們不是說西進的人都錯了，在那個紅利年代，換作是誰都會心動。職業選擇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，只是10年下來，有人大紅過，紅利吃好吃滿，有人道了歉，兩邊都回不去。有人熬過寒冬才發現，最暖的燈一直是家裡那一盞。把兩邊的10年損益表攤開來對照，一邊是限令、寒冬、動輒得咎的紅線，一邊是自由、回溫、走向國際的舞台。當年那道看似穩賺不賠的選擇題，答案已經自己翻面了。所以，去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現在怎麼樣了？名單很長，答案很散，但趨勢很清楚。桃園機場的行李轉盤上，這幾年多了很多回程的行李箱。當年裝着夢想飛出去的那些箱子，有的裝滿了人民幣，有的裝滿了教訓，有的再也沒有回來。而下一個10年的故事，會從轉盤上那些貼着台北標籤的行李箱開始寫起，因為這一次值得留下來的理由就在這座島上。